有人说他是95后古装男神里的颜值天花板，也有人说他演什么都像张凌赫本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靠颜值出圈的演员，真的能够靠演技留下来吗？而最近这一秒过火的播出，似乎第一次让不少观众开始改变看法。有人说这是张凌赫真正意义上的一次突破，也有人认为他终于开始摆脱与 quote 古装美男与 quote 这层外壳，但也有人觉得这只是一次偶然发挥，距离真正的实力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张凌赫到底有没有撕掉与 quote 花瓶演员与 quote 这个标签。如果你喜欢华语娱乐深度解析，记得先点赞订阅频道，我们一起每天关注最新娱乐热点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张凌赫并不是因为演技，而是因为他的外形。1.9米左右的身高，优越的头身比例，轮廓分明的五官，再加上一张非常适合古装的脸，让他几乎从出道开始就被贴上了与 quote 古装男神与 quote 的标签。这样的外形确实让他拥有天然优势。镜头喜欢他，品牌喜欢他，导演也喜欢让他出演那些清冷、高贵、禁欲系的角色。从《苍兰诀》里的长恒仙君，到《宁安如梦》的谢薇，再到《度华年》以及《逐玉》等作品，张凌赫几乎一直都在同一种赛道上奔跑。观众越来越熟悉他的脸，但与此同时，也越来越容易产生一种疲劳感，因为很多人发现，不管角色身份如何变化，他给人的感觉似乎都差不多。同样的冷脸，同样克制的情绪，同样缓慢而沉稳的说话方式，甚至连很多眼神变化都开始出现重复。于是质疑声越来越大。有人说张凌赫演技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，也有人认为他一直活在自己的舒适区，每次都很帅，但也仅仅只是帅，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情绪却始终差了一点点。其实这也是很多高颜值演员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当观众第一眼就被外貌吸引的时候，他们对于演技的要求反而会更高，因为颜值可以帮助演员走进观众视野。但真正决定一个演员能不能留下来的，从来都不是脸，而是角色。如果角色没有生命，再漂亮的画面也只是照片。真正优秀的演员会让观众忘记演员本人，只记住角色。而张凌赫过去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。谢薇是成功的角色，但很多观众记住的是谢薇有多帅，而不是谢薇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。这种评价其实对于演员来说，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，因为角色没有真正火起来。直到这一秒过火出现，很多观众发现张凌赫好像变了。这一次他饰演的是慕容清逸，这是一个成长经历极其复杂的人物。他出生在军阀家庭，却因为阴差阳错从小被调包，真正属于他的人生被别人夺走，而他自己却在李家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折磨。童年的伤害没有随着时间消失，反而一点一点刻进他的性格。所以当观众第一次见到慕容清逸的时候，他冷漠，不信任任何人，甚至拒绝所有善意。很多人以为他只是一个冷酷男主，但随着剧情推进才发现，他所有的冷漠其实都是一种自我保护。真正困难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，因为这样的角色不是一直冷着脸就可以完成。他的冷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，他的沉默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，他的愤怒不一定需要咆哮，他的悲伤也未必需要流泪。所有复杂情绪都必须通过非常细微的变化传递给观众。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非常高难度的挑战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一次张凌赫交出的答案比很多人预想中更成熟，尤其是一些情绪戏。他开始学会利用眼神表达人物状态，而不是依赖台词。面对亲近的人时，眼神会短暂放松，想到过去时又迅速恢复警惕。当人物情绪崩溃的时候，他没有夸张的哭喊，而是利用呼吸、停顿以及眼神变化，让人物的压抑慢慢释放出来。这种处理方式比过去更加自然，也更加真实。不少观众都表示，这一次他们终于不是在看一个长得很好看的演员，而是在看慕容清逸这个人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张凌赫已经没有问题。
事实上，他目前最大的挑战依然存在，那就是他仍然容易陷入一种与 quote 太漂亮与 quote 的表演状态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演员太清楚自己的镜头优势，于是很多时候会下意识保持最完美的角度，每一个眼神都很好看，每一个侧脸都很精致。但真实的人物并不会时时刻刻都那么完美。真正陷入痛苦的人不会在意自己的表情是否好看，真正愤怒的人也不会控制自己是不是最帅。优秀演员需要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忘记自己。只有演员忘记自己，观众才能相信角色。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多流量演员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课。比如不少成熟演员都曾主动放弃偶像包袱，他们愿意让自己变丑，愿意让自己狼狈，甚至愿意让观众看到最真实、最难看的样子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演员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展示自己，而是完成角色。张凌赫现在也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，继续依赖颜值，他依旧可以拥有很高的人气。但如果想真正成为一位能够被市场长期认可的演员，仅仅依靠外貌已经远远不够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。过去的张凌赫更像是在完成角色，而现在他开始尝试理解角色。这种改变也许不会立刻让所有人认可，但至少说明他已经开始主动突破自己的舒适区。事实上，张凌赫一路走来并不是没有努力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原本是一位理工科学生，大学期间因为外形出众被星探发掘，才进入娱乐圈。对于表演，他并非科班出身，因此他需要付出的努力往往比别人更多。这些年，他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，虽然过程中经历过争议，也遭遇过不少批评，但他并没有停下来，反而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突破方向。这一秒过火或许不是他的终点，却很可能成为他的转折点。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次爆发，而是一次又一次修正自己。对于演员来说，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次考试。有人靠颜值拿到入场券，有人靠实力留在舞台。真正能够走得最长远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愿意不断推翻自己的人。张凌赫现在最需要做的，不是证明自己有多帅，而是不断证明，离开这些光鲜亮丽的造型之后，他依然能够让角色拥有灵魂。如果未来他能够继续挑战更多完全不同的人物类型，比如现实题材、悬疑题材，甚至反派角色，那么观众对于他的评价也许会彻底改变。因为演员真正的价值不是复制成功，而是不断突破成功。也许很多年以后，当大家再次回头看张凌赫的演艺道路时，这一秒过火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它不一定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，却可能是他第一次真正让大家相信，他不仅仅是一位古装美男，更是一位愿意成长、愿意突破自己的演员。至于未来他到底能够走到什么高度，还需要更多作品来回答。但至少现在，我们已经看到，一个曾经依赖颜值被记住的年轻演员，正在努力用角色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。那么，你觉得张凌赫这一次真的完成了演技突破吗？还是说，他距离真正的实力派演员还有最后一步？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娱乐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每天都会带来最新、最有深度的华语娱乐故事。我们下期见。